大家好，伊隆马斯克的 X Space 预计在今年的6月份上市，整体估值在 1.5 万亿美元。这个是这几年来难得一见的资本盛宴。马斯克的财富将来会呈指数型上涨，他也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万亿美元富豪。那我们怎么办？如何可以跟着他发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研究的投资 SpaceX 的策略。这两天的纳斯达克科技股、芯片股也开始下跌，我也有很多，也是很心痛。但是我不担心，我在最后会给大家分析一下。强调一下，本影片只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目的是为了理清我的投资思路和逻辑，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亏损盈利概不负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我必须投资 SpaceX 的3个核心逻辑。我认为 SpaceX 将会是未来10年全球最值得投资的股票，因为它所有可以盈利的技术全部是碾压一切竞争对手。第一个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新建技术，这个是 SpaceX 1.5 万亿估值的最底层基础。现在 Falcon 9的发射费用大约是每公斤2500美元左右，是欧洲航天局和其他私人火箭发射公司的1/2到1/5，世界最低，没有任何公司可以跟它比运营成本。马斯克未来的愿景是把价格压到100美元一公斤，这个是宇航业务的起点价格，只要达到这个价格，人类就可以正式进入宇宙时代。根据马斯克的执行力和创新力，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特斯拉、SpaceX， 他们从零开始都是一直在创造奇迹。所以我不认为马斯克是在说大话，他一定会成功。现在的发射业务只占 SpaceX 营收的 20% 左右，它最大的收入其实就是星链。所以 SpaceX 第二个最强大的优势就是星链的现金流优势。现在星链在轨道上的卫星大约有9500颗左右，未来还要发射15000颗2代卫星。普通手机在未来可以直接连接星链，而且速度会更快。现在星链在全球已经有900万用户，每天还新增2万人。等到第2代星链的时候，下一代 iPhone 或者是其他的手机直接可以连接星链，而全球手机用户有60亿人。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星链的收入增长率，很可能世界上将会没有任何一个电信公司或者是卫星公司可以跟它竞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球低轨道卫星的位置几乎是占一个少一个，其他公司想发更多的卫星，来晚了就没有地方了。2026年 Starlink 它的预计收入是在100亿到150亿美元，它将会成为 SpaceX 的现金流，不断为 SpaceX 提供资金血液。在美国其他的航空板块，那些公司90%的公司都是亏本的，他们活下来的原因就是靠着美国政府的军事订单，还有各种的贷款，他们的研发成本又大，现金流非常的紧张不稳定。但是 Starlink 星链就会给 SpaceX 提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资金，可以让他用这些现金流继续的研发迭代技术，从而超越一切的竞争对手。第3个方向就是宇宙霸权，这个是还没有实现的，只是马斯克脑海里的一个未来愿景。马斯克在2026年的多次演讲中都提到，人工智能的进化面临的一个致命的限制，就是电力供应与散热。美国现在没有那么多电站给 AI 数据中心供电，而且现在的美国电网改造也非常慢，一条高压线路申请要1年的时间，而且申请到了高压线还要买高压变电器，现在的高压变电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底才能生产出来所以现在芯片好了，堆在数据中心也没法开工根本没有电。即使有了电，散热也是个巨大的问题。但是在太空就不一样了，太空中的温度可以到达零下270摄氏度，散热成本是0。第二，如果把卫星加上太阳能板之后，它可以24小时不断接收太阳能，而宇宙的光照强度和发电的效率是地面的8倍。所以在刚过去的达沃斯论坛上，马斯克就说他要发射100万颗卫星，每颗卫星上都要带上太阳能板，这样每年就可以产生100G 瓦的电力，这个就相当于地球上70座大型核电站的电力而且如果在未来的10年里，马斯克帮助美国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就可以产生100T 瓦级别的空间能源，这就相当于80万座大型核电站这个量级已经不是震撼了，人类可以用这些能源直接进入下一个高级文明。要买 SpaceX 的股票，必须要有一个零佣金的券商，我现在用的就是Moomoo。在美国新用户的客户入金2000美元可以获得100美元的英伟达赠股，入金10万美元可以获得1000英伟达赠股，前2个月还能享受8.1的现金年化利率。
新加坡的用户入金10万新币可以获得价值300新币的奖励，最高可以获得价值1100新币的福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或置顶留言连接，查看当地开户大礼包。大家是不是觉得马斯克的想法特别玄幻啊？不太可能。但是事实就是，不是他想的太玄幻，而是我们普通人的意识已经跟不上他的意识了。大家再回顾一下啊，马斯克当年说要造电动车，大家都嘲笑他啊，这个电车怎么可能呢？而且他又说啊，我要把火箭回收回来啊，专家说不可能。怎么样？现在的火箭降落就像飞机着陆一样简单，更别说星链了。当时很多专家都说啊，这个不可能。而现在星链的网速都要比5G 要快。马斯克的这个人的精力还有意识比普通人都更加的集中。如果他认为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没有营养，他转头就走。可能科技行业就需要这种的怪才，才能打破常人无法想象的障碍，实现飞跃。很多人都认为马斯克在说大话的时候，他在1月30日 SpaceX 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申请批准发射运营最多100万颗卫星，用来运行 AI 和其他的高性能任务。还有一个利好就是2025年12月17日，川普签署了确保美国太空优势的行政令，设定了一套美国太空战略框架，要求美国重返月球，并且建立永久的月球前哨基地，并且发展太空核动力与月面核反应堆。在军事上，美国还强化太空防御和导弹预警系统，还要推进低轨道商业空间、月球与火星探索等等的。所以美国各个部门都会在将来给马斯克开绿灯。从以上我分析的 SpaceX 的3大护城河，一就是回收火箭发射成本最低，第二，星链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现金流，第三，未来它要建立太空 AI 霸权，从散热和能源上打败一切其他的数据中心。只要达到这3步，马斯克就可以打败 OpenAI、谷歌和其他的 AI 竞争对手，成为 AI 领域最厉害的王者。如果在 AI 它实现的第一，它未来就非常可能实现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未来学家预计，最早在2027年，要不就是2030年之前 ，AGI 就可以实现。AGI 是可以正式替代人类的最聪明的一个 AI。运行一个 AGI 就相当于几万个爱因斯坦、霍金和各种的诺贝尔奖得主7×24小时为你工作。大家可以想一下，未来这个时候人类的经济还有它的科技能有多大的发展？这个未来很辉煌，但是马斯克就认为未来的人类的社会可能会变成 K 型发展，就是掌握 AI 算力、资本、电力、金银铜原材料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机会未来就会持续上涨，而无法接触 AI 的人，没有资本投资的人，他们就会陷入收入的停滞、资产的蒸发、失业，没有任何机会。到时候这种人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还可以被资本家压榨。这些未来没有机会的人，他会成为一种无用阶级啊，没有任何的用，他们一切都可以被 AI 替代。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是一种科幻的想法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感受到了。现在大公司裁员都是非常的猛，但是他们的利润还是上涨的，他们的股价也是上涨的，整个经济看起来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工资都是不涨的，而且还面临裁员。这就说明 AI 其实已经正式来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天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攒钱去投资，不拿一份未来的这些顶级大公司的股票，那未来肯定是非常暗淡的。好了，接下来我就根据我对 SpaceX 的基本面分析，我想到了3种投资方向。方向一就是投资持有 SpaceX 股票的公司。现在已经持有 SpaceX 股票的公司一个就是谷歌，它持有 7% 的股权。第二个公司的股票是 SATS， 它持有 SpaceX 大约 1.3% 到 1.5% 的股权。这2个公司对于我这种的稳健性选手，我认为谷歌是我非常看好的。它的搜索、YouTube 广告、AI 技术、量子计算、AI 芯片制造都非常强，很稳。但有个问题就是 SpaceX 的股权对于它4万亿的市值体量非常少，可以算上是锦上添花。但是如果 SpaceX 将来非常厉害，那谷歌肯定也是涨得非常好的。第二公司 SATS 这个公司非常危险，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亏损的，而且现金流是日益减少。Space 的股权价值是它活着的唯一稻草，所以这个股票的波动非常大，买了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也没买。SpaceX 未来大涨的时候，它可能也大涨也可能也大跌，这个赌的成分就非常高。
关键就是看 SpaceX 的估值高不高。第二个方向就是投资跟 SpaceX 在同一个板块的企业，水涨船高嘛。但是我发现这些都是一些没有盈利的小公司，而且估值非常高。我从中挑选了一下，之前我买过 RKLB， 它是一个小型火箭发射公司，技术也是相当的厉害。如果说 SpaceX 是大巴的话，那 RKLB 它就是卫星界的出租车，可以帮助你精准投放卫星。还有一家公司 PL， 它是做卫星地球绘制的，它也有很多卫星，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美国还有欧洲的防务的订单。第三个是 LUNR， 它是给美国政府做登月的一家公司。我估计在 SpaceX 上市前，他们很有可能跟着 SpaceX 大涨，但是也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猛烈下跌。而且6月、7月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了，如果 SpaceX 能上市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有些资金就被吸过去了，而这些和 SpaceX 竞争的这个同质的股票，他们就会下跌。我最近也在看特斯拉，它可以算是和 SpaceX 同一个板块的公司。现在有一种想法和谣言，就是说 SpaceX 未来可能会并购特斯拉，将来马斯克会打造一个从地上到宇宙的一个全链条的公司，但说不定也会实现，谁知道呢？最后一个方向我觉得比较稳，就是布局为 SpaceX 在太空里挖矿的这种提供产资的公司。第一个就是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阿斯麦，内存制造商闪迪、英伟达、AMD、美光，半导体 ETF、SMH。 这些企业本来就有 AI 革命的催化剂，如果再加上太空板块催化剂，那就更厉害了。大家也看到了，这两天半导体板块在下跌，这个也是机会。上周金银暴跌，我在1月23日和27日连续做了2集，说高市扫描可能会带崩美股，没想到一切发生的这么快。最近各种的负面消息都是叠加在一起的，让这个白银、美股都连续暴跌。可能市场对这种暴跌是心有余悸，任何坏消息都可以触发他们的过度猜想，引发暴跌。昨天有个消息，就是 Cloud AI 的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11个新插件，它可以将法律、销售等等分析工作流全部自动化。大家这么一看啊，就说这法律数据公司律师是不是都没用了？用 AI 1个月20块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1年5万美元、10万美元去订阅专门的软件？想到这里，市场又顺着这个逻辑开始继续进入了另一种过度的解读，就说这些软件公司这样子都倒闭了，那就不用盖这么多数据中心了啊 ，GPU 也没有买了，内存条也滞销了，英伟达要倒闭了，台积电要完了啊。所以这几天美国的软件股先跌，然后带着硬件股一起下跌。就连我的这个 AMD 财报非常好，各种超预期，也被解读是什么没有未来了所以一下跌了 17%。这两天媒体还总结了一个词，叫做 SaaS 末日软件公司的末日。这次下跌非常像去年 DeepSeek 突然出现的时候的美股暴跌。当时大家就觉得 DeepSeek 太厉害了不用那么多 GPU 也可以训练出这么厉害的模型。结果2025年1月17日，英伟达一天就下跌了 16%， 纳斯达克下跌了 3.6%， 之后美股就一直跌。但是1年之后是不是又创新高了？所以这次我认为剧本也是一样的，纳斯达克下跌之后它会反弹，大家消化了这些新闻就会认识到 AI 也会让这些软件公司受益。而且最近的美国科技股涨幅也是非常大，估值太高了，杠杆也是加到头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新闻什么沃什上任、美联储缩表、伊朗问题，所以在未来这个整个股市进行回调，再去一下杠杆也是非常正常的。面对这种市场所有股票一起跌的情况，我其实睡的是更香了，因为所有人都跌，它就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市场涨得太猛了，估值太高了。只要我买的公司它运营没有任何问题每个季度的利润是稳健增长的，护城河没有任何变化，我就没有任何担心。现在有一些非常厉害的美股大咖，比如这个 Tom Lee， 他最近1-2年看美股看得非常准。他认为今年的美股走势是先冲高，然后最差的情况下会再下跌 15%到20%， 然后在年底再次冲高。我现在的投资组合也是有涨的有跌的，如果科技股再继续下跌，真的下跌了15-20%我还会继续扫货。投资一定不能梭哈，一定要保持20到30左右的现金。而且今年 SpaceX 上市前后如果没有现金，机会就错过了。最近这几年的 AI 革命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少有的可以改变各行各业人类生活的一次巨大的变革。
大家一定要选好投资标的。这个就像在战后，巴菲特选择了消费股、可口可乐保险股，他坚持投资了20-30年，他就成为股神了。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好一个可以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有非常好的发展的一个股票，长期投资，将来你就会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期再见。